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身体出现5个信号，说明血液粘稠，容易中风。预防得牢记这4点。血管作为人体内输送血液的通道，其顺畅运作依赖于健康的血液，后者能确保各器官得到及时滋养，进而促进整体健康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合理的饮食习惯、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、吸烟及饮酒等不良习惯，都可能对血液健康构成威胁，引发血液粘稠度增加和血管阻塞，进而提升个体罹患脑梗、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这些疾病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。血液粘稠度的升高，往往源于血液中脂肪含量的过高。一旦血液变得粘稠，就会减缓血液循环的速度，增大血液流动的阻力，导致血管腔径变窄，从而影响全身的血液供应，特别是对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会减少，进而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身体的这5个信号，谨防血液粘稠。口唇发紫，干活气短。那些血液粘稠度较高的人群，往往伴随着红细胞数量的增多，其显著标志是嘴唇呈现出青紫色。此外，他们在进行轻微的体力劳动时，便容易感到呼吸困难、气喘吁吁。这类人群应密切关注自己是否存在心血管系统或肺部的病变问题。早晕晚清醒。许多人在早晨醒来时会感到头晕眼花，头脑混沌不清，仿佛一直处于未睡醒的状态，而早餐过后，他们的意识才逐渐变得清晰，直至晚餐结束后，他们的精神状态才达到更佳的水平。这种状况不仅可能是由于生物钟的失调引起的，还可能与血液粘稠度过高有关。突然视力模糊。部分中老年人群，尽管日常视力表现良好，却时而遭遇视力模糊的问题，这或许是血液粘稠度增高所引起的。当血液流动受阻，必要的营养与氧气无法及时抵达视觉神经系统，便会导致视神经及视网膜短暂性的缺血与缺氧，进而引发视力模糊的症状。蹲下呼吸困难和气短。当蹲下时，返回心脏的血液量会急剧下降，同时如果血液过于粘稠，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，供血不足。这种情况下，氧气和二氧化碳无法有效进行交换，使得肺部和大脑等关键器官出现缺血状况，进而引发呼吸困难、憋气等身体缺氧的症状。午饭后犯困。饭后易感到困倦，原因在于午餐后血液循环加快，而对于血液粘稠度较高的人来说，这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。血液粘稠的常见误区，依次认清。血液发黑是血稠导致的。错。提取出的血液呈现深色乃至近乎黑色，很可能是由于血液中氧含量较低所导致，而这与血液的粘稠程度没有直接联系。血流变慢就是血稠。错。血液粘稠度的增加确实会导致血流速度减缓的现象，然而血流速度的减慢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血液粘稠。在医学领域，关于血流速度的快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判标准。定期输液能冲血管。错。部分老年人持有一种观念，认为定期接受输液能够清理血管并减少血液粘稠度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这种做法非但无益，反而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抽血时不好抽是血稠。错。抽血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血管较细和血压偏低，而与血液粘稠度的关系不大。降低血液粘稠度的4个方式，你记住了吗？多喝水。饮水有助于降低血液浓度，加速血液循环，并促进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，对维护血管健康大有裨益。注意饮食。日常饮食应偏向清淡，并结合粗粮与细粮的均衡搭配，这有助于缓解血管方面的问题。适量锻炼。
任何单次持续时间超出30分钟的运动，均能有效促进体内脂肪的代谢过程。此外，运动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从而加快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，有效预防因废物积累而引起的血液粘稠现象。4. 释放压力。无形的压力会让人陷入紧张状态，对血管造成伤害，提高血管阻塞的风险，从而更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。因此，掌握保持心情放松的方法至关重要。下面还将给大家分享一篇幸福心语，如果喜欢，还请点点关注和赞赞，谢谢。人生6不说，句句有道理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我们的言行举止犹如前行路上的脚印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轨迹。其中有6不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，值得我们深思和铭记。1不说，伤人的恶语。言语的力量犹如双刃剑，既能温暖人心，也能伤人于无形。那些充满恶意、讽刺和侮辱的话语，一旦脱口而出，就像锋利的剑，直直地刺向他人的心灵。即使事后懊悔道歉，伤口也可能难以完全愈合。所以，无论在何种情境下，我们都要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让伤人的恶语有机会冲出喉咙。2不说，虚妄的谎言。谎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便利或逃避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却是信任的腐蚀剂。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，最终导致自己陷入无尽的谎言漩涡中。保持真诚，哪怕真话有时会带来痛苦，但它是建立稳固人际关系和正直人格的基石。3不说，抱怨的怨言。在这纷繁复杂的生活之中，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这是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。然而，一味地沉浸在抱怨之中，并不能对现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，反而会像陷入沼泽一般，让我们的情绪逐渐被消极的阴霾所笼罩，无法自拔。抱怨只会无情地消耗我们宝贵的精力和有限的时间，使我们逐渐失去解决问题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气。学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直面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用心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，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。4不说，自大的狂言。骄傲自满往往容易让人迷失正确的前进方向，而那些自大的狂言更是会引起他人的极度反感。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，都应当始终保持谦逊平和的态度。毕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世界广阔无垠，我们的所知所获永远只是冰山一角。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识，不断追求进步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征程中走得更远，飞得更高。5不说，挑拨的闲言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肆意散布那些挑拨离间的闲言碎语，不仅会无情地破坏他人之间原本和谐美好的关系，也会给自己的声誉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害。这种行为无疑是道德品质上的一个严重污点，会让周围的人对我们心生厌恶，敬而远之。我们应当多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，这才是为人处事的正确之道。6不说，无凭的谣言。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没有根据的谣言就如同病毒一般，传播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，所带来的危害也是极其巨大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所传播的内容肩负起应有的责任，切不可随意跟风，传播那些未经证实的消息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只有成为一个具备敏锐判断力和强烈责任感的人，我们才能在这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，不被谣言所左右。人生6不说，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如果我们能够时刻铭记并践行这6不说，相信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加和谐，内心会更加平静，人生之路也会更加顺畅。